随着3大战役的结束，我解放军的100万雄师开始逼近江南。远在南京的老蒋妄图以和谈的名义实行缓兵之计，通电下野，由代总统李宗仁出面向我军祈求和谈。然而，这场毫无诚意的谈判，在经过20天的拉锯后，最终因国民党拒绝签字而宣告破裂。和平既然已经死亡，那文过长江也就没了希望。在中央军委的一声令下，我第2、第3野战军于4月20日晚开始以武力渡过长江。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，在人民解放军排山倒海的攻势面前，顷刻间土崩瓦解。短短3天时间，我军就解放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，宣告其反动统治的覆灭。虽然国民党的执政圣地被我军解放，但在中国大陆上还存在着100多万的国民党军，分布在西北、西南和华南地区。为此，在毛主席的命令下，我军各野战军向全国发起了武力解放的战略进攻。而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占全国1/3面积的西北战场。你临机决断，不必请示，整个大西北统统交给你彭德怀。在我军全面进攻的形势之下，盘踞在西北的胡宗南集团顿时恐慌不安。为了避免首当其冲跟我军交战，胡宗南从4月下旬就开始密谋撤出苦心经营10年的西安，并决定在5月17日实施全线撤退，前往汉中。我们撤出西安，彭德怀会马上开进去。这正好激怒马步芳，还是让他先和彭德怀打吧。胡宗南号称天子门生第一人，是蒋介石的绝对心腹。此时，他这招死道友不死贫道的招数，考虑的已经不再是党国的存亡，而是如何保存自己的部队。他深知，即便自己是彭德怀的对手，也不能正面硬刚，不然必将损失惨重。果不其然，胡宗南撤走后，西安很快就被我军接收，并且在一路的追击中，还在临游歼灭了胡宗南的57军和第30师9000余人。胡宗南撤离西安后，名义上宣称是战略转进，以空间换取时间，以便于同青海王马步芳和宁夏王马鸿逵相互配合，达到以陕中和陇东为防守的战略目的，从而阻止解放军继续西进。可实际上是想把马步芳和马鸿逵推到前线当挡箭牌，让他们先去消耗我军的锐气，自己则坐山观虎斗。可胡宗南想得太美了，青宁二马哪个是省油的灯？特别是宁夏王马鸿逵，他在西北摸爬滚打几十年，是个实实在在的军阀，保存实力的思想根深蒂固，怎会看不出胡宗南的把戏？你记住，我们绝不打头阵。我要致电给蒋委员长，胡宗南临阵脱逃。很快，马鸿逵的电报就发往了台湾。马鸿逵来电，恳请父亲出面，阻止胡宗南不要继续南撤，他愿意和马步芳携手，配合胡宗南夺回西安。这封电报让躲在幕后的老蒋大感意外，他一时还想不通，这帮向来只会保存实力、消极避战的军阀，为什么会突然转性？然而小蒋的一番话却将他彻底点醒。胡宗南不战自退，势必将陇东和陕甘公路完全暴露，大门洞开，甘清明失去屏障，受到直接威胁的肯定是二马。未放弃西安前，胡有求于二马，一旦放弃西安，二马反过来有求于胡。老蒋这时候才恍然大悟，从这里也能看出蒋介石确实没有什么军事才能，挂着特级上将的名号，又领兵打仗那么多年，军事眼光还不如一个没上过战场的蒋经国。虽然老蒋搞军事不怎么样，但搞政治却是一把老手。尽管早已下野，国民党也已经大势已去，但他依然沉迷于权术的操弄，享受这种在部下之间制造矛盾，利用矛盾，最后又由自己来当最终裁决者，享受解决矛盾的感觉。为此，他立刻安排小蒋电令胡宗南停止南撤，随后又对马鸿逵进行嘉奖，让他接替留在北平的张治中任西北军政长官。然而，当这个任命程序走到代总统李宗仁那里时，意外却发生了。在白崇禧的建议下，李宗仁擅自做了改动，他把西北军政长官换成了更为年轻、更为好斗的马步芳，而老辣的马鸿逵只能屈居第2，做个副长官。因为同为回教，白崇禧很清楚这两人的秉性。马步芳比马鸿逵小10岁，年轻、好战、有血性，是一匹野马，任命他做西北的老大比较容易利用。至于马鸿逵嘛，年长10岁，是匹滑马，有时候你连他的尾巴都抓不住。
李宗仁与白崇禧的这个小动作，彻底暴露了国民党高层内部已经四分五裂、无可救药的现实。蒋介石的任命本身是一种制衡和笼络的权术，目的是想把这几股互不信任的力量重新捆绑起来。虽然李宗仁和白崇禧在大方向上也认同这样的想法，但在程序实行过程中却有着派系斗争的私心。要知道，他们桂系处处受到老蒋的打压，即便现在老蒋下野了，也在暗中处处掣肘，受了窝囊气这么久。就算李宗仁在大度，现在有机会也要给老蒋使绊子。如今要重新任命一个不能为桂系所用的西北王，那同时自然也不能让他为老蒋所用。